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号，星期一。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致命火灾，民众默哀同时要求真相，北京恐惧；香港鸿福苑大火，外界质疑是中共劣质的建材导致；中国两星人权制片人杜斌在北京被捕。川普表示暂停庇护裁决，曾与马杜罗通话。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保守派候选人领先。美国特使告别乌克兰，周二会晤普京，推动停火。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香港鸿福苑大火到12月2号就是头七了，截至目前，罹难人数上升到了151人，另外有30多名居民仍处于失联状态。这场火灾事故的疑点重重，也引起了港人的强烈不满，要求彻查真相。然而，港警国安处在拘捕了发起联署的学生之后，11月30号晚再次拘捕了2人，包括前区议员张锦雄以及在火灾现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香港大埔鸿福苑11月26号下午爆发5级大火，造成重大伤亡。连日来，不少市民前往鸿福苑现场献花。周二就是火灾发生后的第7天，也是遇难者的头七。周一上班日，依旧有民众持续到现场悼念，潸然泪下。香港警方灾害遇难者辨识组和鉴识科人员连日来持续进入灾场内搜索，也陆续发现住户遗体。大楼火场内满目疮痍，一片颓垣破瓦，令人触目惊心。这场大火背后黑幕重重，引发港人的强烈不满，要求追查真相与问责政府官员。香港警方国安处11月29号拘捕发起联署的香港学生关劲峰。关劲峰在12月1号下午，在多家媒体关注下搭车离开警署。11月30号晚间，港警在以涉嫌所谓借火灾意图煽动憎恨政府，再拘捕1男1女，其中1人是前区议员张锦雄。他曾在社群平台转载日本歌手滨崎步在上海演唱会突遭取消，以及联署发起人被捕的新闻，但都只是转载，并没有加注任何评论。另1人是在火灾现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她曾在现场呼吁灾民不要胡乱将个人资料提供给不明人士。另外，鸿福苑的天价维修工程，由上届业主立案法团在去年通过，曾引起居民不满，也被指为是这次火灾的元凶。事后虽然居民成功推翻旧业主立案法团，选出新法团，但因旧法团已经跟承建商就维修工程签约，工程唯有如期进行。而建制派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曾任上届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为争议的维修护航，促成3.3亿港币的天价工程。在火灾后，黄碧娇遭网友猛烈批评，而黄碧娇周一发表声明，称她要求立即立案调查事件是否涉及现届法团渎职、贪污，被质疑是转移焦点。西唐人亚洲电视陈慧模、姚汉宇整理报道。周一，港府宣称，针对近期的火灾事故，已经逮捕了14人，包括工程顾问、承建商以及搭棚的分包商，其中11人涉嫌误杀。港府表示，测试的结果显示，劣质的装修材料是导致火灾蔓延的原因之一。周一，香港居民持续向罹难者献花悼念，并且要求独立调查这起事件。香港警方周一发布了鸿福园被烧毁公寓的内部景象，现场惨不忍睹，房间墙壁被熏黑，家具化为灰烬。警方周一继续搜索，在楼梯间和屋顶发现了居民的遗体。截至目前，有39具遗體身份仍待确認，另外還有40多人失蹤，恐怕已找不回來。因為有啲嘅遺體咧已經係變成灰燼啦，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最後咧未必能夠將所有失聯人士係帶翻出嚟嘅。與此同時，香港當局周一表示，對20個防護網樣本進行測試後，發現其中7個不達標，不能阻燃。此前港府一度聲稱，
初步检测结果显示，大廈竹棚使用的圍網具有阻燃效果，但現已改口。係嗰個火警嗰個蔓延嘅速度係唔尋常嘅，所以我哋相信咧係嗰啲嘅係保護網或者係嗰啲係發泡膠板咧係可能咧係呢個成因。周一，香港居民仍持續向火災的遇難者獻花致意。前一天，悼念的長隊超過了1公里。都已經有人係向相關嘅部門有一啲嘅詢問啦，但係可能處理嘅過程，我相信係可能都有好多值得檢討嘅地方咁樣。咁希望政府能夠有一個獨立嘅調查啦，同埋希望可以有問責啦。我認為呢個社會需要有一啲嘅公正嘅制度，再一次係讓人民可以走翻團結一齊。香港居民表示對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但北京當局卻警告將鎮壓追責火災責任的所謂萬華抗議活動。分析認為，中共是懼怕2019年大規模反國安法抗議活動重演，當時有近200萬港人上街反送中。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王燕橋綜合報道。香港鴻福苑大火傷亡慘重，港府最初對外宣稱大樓竹棚使用的防護網具有阻燃效果，但是周一突然改口，承認從4棟外牆抽驗的防護網樣本阻燃性能全部不達標。對於這些由本地供應商提供的防護網到底是不是中國大陸製造的，港府對此是隻字不提。那麼其實早在去年的9月份，大樓的居民就已經向港府反映這些材料的防火問題了。但是當局不予處理，外界也越發質疑，為何大火蔓延得如此迅速，到底是誰該負責？還有人指出呢，承建與維修的公司疑似是採用了來自中國大陸品質堪憂的防護網等材料，但是港府卻能順利的審批。而且港府近年來是推動金屬棚架來取代香港傳統的竹棚架，外界就批評這是要將香港的施工標準大陸化。那麼這場致命的火災是否與中國大陸劣質的建材有關？中共體制下的企業又有怎樣的質量問題呢？下面我們來連線嘉賓深度解析。今天我們連線的嘉賓是上海企業家真實中國主持人胡立任先生。胡先生您好，歡迎您。主持人好，觀眾們大家好。謝謝你啊。那我們知道您作為中國民營企業家，您對中國的建材市場承包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那您認為這次香港大火之所以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建材啊，還是承包商，或者說是審批與監管的這些環節呢？我是這樣認為的，我覺得這次大火呢，它是一個綜合性的一個腐敗的這樣的一個結果。那麼我用我自己親身的經歷來告訴大家，我2016年的時候呢，我當時在中國有家企業買到了這個建材的這個假貨，那麼之後呢，我花了2年時間向中國政府投訴，那麼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就是這個中國政府呢就不斷的打壓我。那麼最後我就離開了中國，被迫流亡到美國。我就是因為這個假貨案離開中國的，離開自己的國家的。那麼我是有親身感受的，我把整個過程跟大家這個講一下。我2016年的時候在企業買到了大量的假貨，那個假貨呢，其實它包裝的是非常完美的。也是關於建築材料的這樣的一個，是一個批管，那個批管，那個管路呢是塑料管，跟這個網呢是同類型的產品的，其實是也是跟塑料有關的。那麼當時我買到這個假貨以後呢，我用在這個工程上以後呢，我發現出現了問題的，然後我到國家檢測中心去檢測以後就不合格，不合格以後呢，我就向這個山東省這個政府投訴。那麼山東省政府呢，他開始呢，他也就是這個到我公司來過一次。那麼當時我這個案子的這個主辦人呢是山東省的副省長，這個人叫任愛榮。
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抱比较大的希望的，因为他副省长出面了，就是来关注这个案子了。那么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之后再到山东去的时候，山东省政府这个我的产品是临沂生产的嘛，临沂市的这个质量监督局的副局长，这个人姓李，叫李副局长，具体名字我忘了啊。他告诉我，他说胡总，他说我们呢已经查过了，他说呢对方呢的确是造假的。那么我今天跟你明讲，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地方企业竞争不过江苏、浙江企业，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我们这里企业造假不光是一家，很多家都在造假。我们的地方税收就是靠这些造假公司每年给我们提供大量的税收，我们的国税、地税每年都有指标，都要完成的。那么我们假如说把这些企业都打掉了，那我们的地方经济就不要发展了，城市建设也不要建设了，是吧？所以他说你自己买到的这个东西算你自己倒霉，我们不会给你处理这些事情了，你所有的这个责任由你自己承担了，是吧？那么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买这个山东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震惊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了解，就是中国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表面的中国，有法治，有政府，有监管，啊，那么另外有一个政府呢，是一个黑暗的政府，这个政府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政府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这个监管是极其黑暗的。那么之后，我18年的9月份离开中国，又到了美国。到了美国有19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在当时我在整个维权2年过程当中呢，我派了一些人到山东、到河北，就是这些这个造假的这些重灾区啊，我去了解过。那个地方全是造假企业，那个造假的力度大到惊人，就是这个地方几乎很少有这种正规的企业，不造假的企业，因为你不造假的企业啊，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活，你需要有竞争。我打个比方，比方说像这种塑料的这种原材料，塑料粒子，你正常的买来可能是8000一吨，但是你造假的这种回料啊，这种垃圾料啊，你买来以后啊，你可能只有2000一吨。原来8000一吨呢，你可能有10%的利润，是吧？那么假如说你是2000一吨的话，你的利润是大大增加，你超过50%了。你超过50%的利润以后，你哪怕再拿25%的利润，你去返回给这些官员，给你保护的这些官员，那么你还拥有25%的部分，而且大家皆大欢喜，大家都得利的，政府的这个税收也保证了，官员的这个贿赂的钱也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也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整个中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假货，其实它根本不是单个企业造假，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造假。中国制造，所谓的中国制造，其实就是在造假的基础上，低价的基础上，它就是造假成为了整个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再讲下去啊，我到19年，到18年我离开中国以后，19年呢我就开始到了这个，我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我就开始这个我在美国华盛顿首都华盛顿，
我买了辆新的车，我把这个车上面全部都贴满标语，就中国假货的标语。我总共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包括白宫、包括国会、包括国务院，我每天开着车去巡游，总共花了150天的时间。我想教训中国政府，我想教训这个世界，一定要注重这个中国假货的这个事情。包括当时正好19年呢，正好是刘鹤啊，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跟川普的团队谈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贸易谈判，我就在现场，我每天也是在整个贸易谈判现场，我也是每天开着车。全世界当时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全世界大概有40-50台摄像机，全世界都是大的这个电视台的摄像机，媒体的摄像机对着我，然后他们也把这些东西报道出去了。我总是希望能够让中国政府引起注意，其实中国政府根本理都不理你，不光不理你，中国政府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国安的一个小组，对我上海的家人进行威胁，对我本人进行威胁。胡先生，打断您一下，刚刚您也提到，在2019年，您曾经在华府的中领馆前是抗议了长达150天啊。那您觉得现在如今6年过去了，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受到中共监管影响的这些企业，是否有变化呢？没有任何变化，它的造价力度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低谷。陷入了低谷以后呢，它现在很多的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那么卖不出去，有企业竞争会更厉害，国内的企业叫内卷嘛，更厉害。那么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呢，他们尽可能企业都活不下去了，那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尽可能就是大力度的造假。现在目前中国的企业造假的力度，造假的企业比原来要大得多，大得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香港这一次香港事件这个大火事件爆发，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知道这些内情，我知道他们，我甚至知道他们的产品用的是什么材料。然后在同类的这个事件，其实在上海15年前发生过。2010年上海静安区大火，胶州路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火，也是一栋楼把它烧掉了，那个是外墙保温。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不光是香港，现在全中国其实都处在一个大爆炸的大爆发、火灾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现在这些造假的材料其实都已经用在了这些大楼里面，大量的大楼里面都是用的这些假材料。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一栋栋大楼将会快速燃烧，可能会烧死很多人。谢谢您，谢谢。时间问题，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采访。确实，我们看到在中共的治下，真的是假货盛行啊。但是呢，刚刚您讲的这个也让我们特别的忧心。那以后可能我们要继续持续的关注更多的情况。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的，谢谢。好，再见。再来看到，近期中国多地火灾频发。周一中午，广州海珠区五一新村小区突然爆发火灾。沿街烧成了一条火龙，火势迅猛，快速地在街边燃烧，路上的整排电动车都被烧毁。火灾持续了10多分钟，当局声称没有人员伤亡，但真实情况不明。附近有商家表示，事故最初是发生车辆相撞，有车友泄漏。再来看到，中国知名人权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杜斌，今年10月15号遭北京警方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逮捕。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顺义看守所，外界呼吁中共尽快放人。据维权网消息，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日前通报，杜斌购买机票，准备10月16日飞往日本，却在10月15号被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派出所警察
从租住的房间里带走。拘押的理由是所谓寻衅滋事罪，至今已关押42天。妹妹杜继荣表示，当局拒绝提供正式拘留文件，属于非法拘禁。杜斌1972年生，是摄影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早年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关注中国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与人权受难者。2013年，杜斌发布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了中共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者的酷刑迫害，并出版相关话题书籍，引发社会广泛反响。杜斌因长期记录当局敏感题材，中共已将其列入新闻黑名单。2011年起，中共外交部拒绝其工作许可。这是杜斌第3次遭非法逮捕。2013年、2022年，他都曾遭当局秘密羁押。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刘芳综合报道。美洲贸易战进入休战期，但中国的制造业11月仍处于萎缩状态，低于荣枯线以下。国内需求疲软，也为中国的工厂前景蒙上阴影。近日，私人机构与中共官方统计数据都显示，11月中国制造业下滑，国内需求低迷。由金融公司标普全球编制的 Rating Dog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从10月份的 50.6 降到11月的 49.9， 采购经纪人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为收缩。Rating Dog 表示，虽然来自海外的新订单开始增加，但上月中国制造业产业增长陷入停滞，新订单也接近停滞，这是自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状况首次恶化。前一天，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 PMI 连续第8个月萎缩，虽略有改善，但连续下滑的天数创新高。同时，服务业也在降温，商业活动指数从 50.2% 下降到 49.5%。不过，中共一向美化经济数据，真实情况可能更加惨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再来关注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周一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呢，美国支持的保守派国民党候选人阿斯富拉暂时领先。来看详情。截至周一上午，在已统计的 56% 的选票中，国民党候选人纳斯里·阿斯富拉得票率为 40%， 自由党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亚的得票率为 39.78%。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克里·蒙卡达以 19.18% 的得票率落后，两位领先候选人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洪都拉斯总统选举采用简单多数制，只需1轮投票便可产生，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不论是否获得绝对多数。两位领先候选人阿斯富拉和纳斯拉亚都承诺，如果当选，将断绝与中共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恢复和台湾建交。洪都拉斯总统竞选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在社交媒体发帖支持阿斯富拉，表示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政府愿意合作的候选人，将与美国一道对抗毒枭共产主义，并表示如果他落选，美国也不会把钱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川普总统还警告，如果选出错误的领导人，可能会让洪都拉斯走上和委内瑞拉相同的道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执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江迪亚综合报道。欧盟周一表示，俄乌谈判进入关键周。俄罗斯证实，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周二将与普京会面，商讨停火细节。欧盟持续支持乌克兰，荷兰预计再拨款2.5亿欧元支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周一在欧盟防长会议上表示，本周可能成为推动结束乌俄战争的关键期。It could be a pivotal week for diplomacy. 卡拉斯还提到，美国与乌克兰前一天在美国佛州进行的谈判富有成效。We heard yesterday that the talks in America were difficult but productive. We don't know the results yet, but I will talk to the Defense Minister of Ukraine and as well as Foreign Minister of Ukraine. 泽连斯基周一肯定美乌谈判有建设性，但也承认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证实，美国与俄罗斯将于周二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莫斯科，
预计与普京闭门会谈。此前，威特科夫已访俄5次。欧盟也在密切关注谈判进展。周一，国防部长会议上聚焦继续对乌克兰军援，并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张小雨综合报道。东南亚多国和斯里兰卡近日出现连日暴雨，造成了大规模的洪水和山体滑坡，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至少有1100人死于洪灾。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仍在全力搜救，并设法援助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随着洪水消退，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暴雨造成的破坏痕迹逐渐显露，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截至周一，官员通报，印尼已有超过600人死亡，泰国超过170人，马来西亚2人，斯里兰卡355人死亡。在印尼西苏门答腊省，暴雨过后，一户人家的房子只剩下一面墙。This was my home. I have 9 of my family members here. We have nothing left. Everything was gone. We only have the clothes on our backs. We couldn't bring anything else. 由于山体滑坡堵塞了道路，当地通讯和电力线路仍然中断，救援工作难以深入灾区，困难重重。在泰国南部和爱市，居民在经历了1周的暴雨后，开始清理家园。暴雨过后，成堆的汽车困在道路上，房屋和商店被泥浆淹没，有店主降价出售严重受损的商品。I need to clear the stock. The condition they're in after being flooded, shoes soaked and ruined like this. People don't have clothes, right? So I'm helping by selling everything cheaply so they can have something to wear. 在马来西亚北部，连续不断的暴雨淹没了大片农田，稻田宛如一片汪洋。农民表示，暴雨彻底摧毁了农田。斯里兰卡官员周日表示，暴雨和洪水席卷了大部分地区，近100万人受到影响。20万人被迫暂住避难所。上周四以来，斯里兰卡遭遇破纪录的暴雨袭击，中部山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全国各地河水泛滥，城镇被淹没。当局表示，超过2.4万名警察、陆军和空军人员仍在努力营救被洪水围困的家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赵嘉林综合报道。美国华府的2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遭枪击案持续延烧。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再次重申全面停止受理庇护申请，同时表示，如果他有权限，将撤销所有有犯罪前科者的美国公民身份。来看详情。No time limit, but it could be a long time. 川普总统表示，受到庇护限制的是被政府列为特别关注国的19个国家的公民。Let me just tell you something. We don't want those people. Does that make sense? You know why we don't want them? Because many have been no good, and they shouldn't be in our country. 关于可能撤销已入籍美国的人的公民身份，川普总统也给予了回复。We have criminals that ca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were naturalized maybe through Biden.Was somebody that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If I have the power to do it, I'm not sure that I do, but if I do, I would denaturalize absolutely. 此前，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无限期暂停了所有的庇护申请，直到每位申请者都得到充分的审查。司法部长邦迪周日透过福克斯新闻批评欢迎行动计划的入境审查程序。华府枪击案中的阿富汗嫌犯就是通过这项计划入境的。They did not do biometrics. They did not do social media. They did very little, if minimal, vetting on all of these people. And now to take a step back, we have a 1.5 million backlog of people that have come into our country. We know that this shooter who shot our National Guardsman in D.C. the day before Thanksgiving, he was radicalized.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more about that. And these people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our country.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这名嫌犯2021年入境时没有经过完整审查，他在2025年4月获得庇护。The vetting process, Kristen, happens when the person comes into the country, and Joe Biden completely did not vet any of these individuals, did not vet this individual, waited until he go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周日，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和2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父母通了话，并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I've already suggested it.
I said, when you're ready, because that's a tough thing,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honor Sarah. And likewise with Andrew, recover or not, we're going to honor her. 西维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莎拉·贝克斯特罗姆及安德鲁·沃尔夫在感恩节前一天遭到枪击，莎拉隔天因伤去世，安德鲁仍在重症抢救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丹尼尔·莫纳汉，美国华府报道。Condition Daniel Monahan, NTD News。外界持续关注美国是否会与委内瑞拉开战。今晚，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的移民政策迅速转向，包括对庇护的申请案进行无限期冻结。下面来看华府记者的报道。移民局的要求无限期的暂停对所有国籍人士庇护申请案件的裁决，无论最终结果是批准、驳回还是结案，都暂时在裁决环节冻结。还没达到裁决环节的案件呢，则继续走面谈和审查的流程。通过走线等方式入境后提出庇护者呢，由于管辖权的不同或不被受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联邦政府针对庇护申请审批终止的措施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项措施呢，是在华府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枪击后的回应。11月26号，一名29岁的阿富汗公民拉赫曼努拉·拉坎瓦尔在白宫附近开枪，造成20岁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莎拉·贝克斯特罗姆身亡，另一名成员呢也身负重伤。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将于周一晚间呢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的下一步措施。预计呢，川普内阁和国家安全团队的关键成员，包括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凯恩将军和国务卿卢比奥呢都将出席。11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呼吁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还有毒贩和人口贩子呢，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和周边的空域视为完全关闭，不要进入委内瑞拉领空。美军近期在委内瑞拉附近进行轰炸机飞行，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呢也已部署到当地。福特号的进驻呢，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集结规模呢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这项名为“南方之矛”行动的任务呢，现已动员了约10艘海军船只和1.2万名水兵和陆战队员参与。几个月以来，美国呢已经在委内瑞拉沿岸和拉丁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呢，对疑似贩毒的船只发动了至少21次攻击，造成至少83人死亡。川普表示呢，已经在海上打击了85%的毒枭。在感恩节当天呢，川普在对美国军人的讲话中说，毒贩应该不会想走水路运毒了，美国接下来会以陆路拦截，地面行动呢很快就会开始。川普曾多次表示，如果形势需要呢，美国对加勒比海运毒船的攻击可能升级为对委内瑞拉发动地面行动。不过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马林周日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会对委内瑞拉发动地面行动。川普呢也证实，他曾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电话交谈，但没有透露谈话的内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美国报道。谢谢张亮。广告休息过后，带您关注中国985名校光环消退，精英沦落为社会底层。欢迎回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市场也越来越艰难。近年，不少985名校的毕业生发现，曾经的光环不在，特别是35岁之后，更容易被企业优先淘汰。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是更找不到出路。985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小张，从事程序员10多年，历经结婚、买房，开始背负房贷，被裁员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农村老家，还有年幼的孩子要抚养，让他很焦虑。农村里边农活也没有，城市里边呢也没有找到，跟年龄有关系。人生中40岁还是很年轻啊，正式干的时候，前段时间在深圳摆摊，都没卖出什么结果。我曾经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头牌打烂了。985硕士傅先生进入房地产行业4年，就升职到集团总部的高级经理，因为炒股输掉所有身家，现在行业不景气，失业后回老家靠摆摊为生，每天收入只有几十元人民币。后悔借钱炒股，房子车子都被我败掉了，还有一身的债要还啊！我连卡都被冻了呀，真进黑了，影响太大了，打工都没机会。我没房没车没钱没老婆没孩子，35岁的男人还要寄人篱下。40出头的小杨出身农村，读的是文科，当年985毕业，知名企业争相聘用，后来创业失败，负债又离婚，从社会精英沦落到社会底层，靠劳力为生。
刚毕业那个时候工作很好，央企工作，后来我辞职了，经过了一些打击，一带孩子，高开低走，滑到谷底，起不来了。我送快递的，我也跑滴滴跑了好几年了，我每天睡觉的时间就3-4个小时。今年35岁的邹先生出身农村，是985建筑专业本科生，从事建筑行业。1年前突然脑出血，从此失业在家，有时出外摆摊，但生意清淡。我是脑出血生病了，我没有康复，上不了班，摆摊1个月比1个月难了。按照目前这个就业形势发展下去，只需要销售快递、外卖、网约车、主播、网红、考兵、考公。名气老板李先生披露，中国经济萧条，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大学毕业生太多了，学历贬值，985只是就业的敲门砖，照样被裁员。我身边2个清华的也一样的失业，不要迷信什么学历，没什么用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没人要的。985名牌大学指的是中国985工程计划中的大学，一共有39所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的顶尖名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彬博尼采访报道。11月30号是2026年度的中国公务员考试，今年是放宽了报考的年龄，但是招录名额却是近8年来的第一次缩减，导致竞争更加激烈。最热门的职位呢，竞争比例竟然是高达6470比1。根据中共官媒报道，这次公务员报考年龄由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博士年龄可以延至43岁。然而，招录名额下降至3.81万人，比去年少了大约1600人。今年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比约为98比1。热门职位如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1级警长及以下一职，更出现有6470人报名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大陆教育界人士叶先生告诉新唐人，现在国内很多私企倒闭了，工厂也关门了，外企都撤离了，国企因为亏损也裁员了，很多人没有工作，年轻人的就业出路非常窄，考公务员或许是一条出路。现在老百姓，你除了考公，就是黄马褂、送外卖，多少人报考，录取人是已经定完的。但是他有一个表面文章要求公示，要求什么报名，其实那里头都定完了，报名都是陪衬的。大陆法律行业志愿者郑先生表示，考公务员必须通过政治审查，政治犯或是有犯罪记录的人、访民的后代等都不能进入公务员体系，政治审查就不过关。考公其实只是体制内的人给自己的后代留的一条路，一般老百姓的子女是很难进入公务员的。能进公务员队伍的都是公务员的子弟，能当官的父亲必然就是领导。郑先生表示，老百姓的孩子考公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基本上就是陪练的，就是陪衬，而且考公务员费用也很大。外地来的人要先租房子，要缴交报名费，还有一堆的资料费用等。整个中国的产业链都在向东南亚转移，工厂都是空置的，全国的经济非常差。现在只有体制内的公务员收入才比较稳定，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大家都只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中原、李珊珊、中原采访报道。中共报复日本，突然取消了多位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演出或行程。受影响的日本歌手滨崎步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在上海面对14000个空座位的演出照片，网友纷纷留言支持滨崎步。和舞者在台上灿笑演出，但照片中却清楚看见一个个的空座位。日本歌手滨崎步原定11月28号在上海举办演唱会，被中共无预警取消。滨崎步在周日晚间发文，公布了一组他在没有观众、面对1.4万个空座位之下无人演唱会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见包括造型服装、现场灯光、舞台效果完整。除此之外，滨崎步还在社群平台转发了台湾媒体正体字中文媒体对他的相关报道。网友涌入贴文留言，认为滨崎步是用爱打败了中共政府的粗鲁无礼。今年陆续迎接多组国际巨星开唱的台湾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对事件表达了看法：艺术文化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能够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表现，当然才会有更蓬勃的这个
这个演唱会嘛，哈。那如果用这种粗暴的这种方式，好，我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都是就是不会被接受的哦。那也严重的影响到相关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哈跟修路。在滨崎步的文章下，也能看见台湾网友的留言，希望可以再次到台湾开唱，更写下欢迎来高雄。是个人超喜欢滨崎步的啦哈，因为这个也非常有自己的风格哈。台湾也有非常多的歌迷，这个当然也要看他个人是不是他的时间哈，是不是可以配合。非常喜欢他啦，当然一定是非常欢迎他能够来。对于网友敲碗滨崎步在高雄举办演唱会，陈其迈表示非常欢迎。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曾一豪、曾新敏，台湾高雄报道。广告休息过后，带您关注欧洲空中巴士传出制造瑕疵，股价暴跌。欢迎回来。欧洲空中巴士公司近日传出机身面板疑似存在制造瑕疵，可能会影响到交付飞机的进度。空中巴士的欧洲股价周一盘中一度下挫超过了9%。多名知情人士指出，欧洲空中巴士近日在数十架 A320 客机上发现机身面板疑似存在工业制造瑕疵，恐怕会影响到交付飞机的进度。消息曝光后，空巴欧洲股价周一盘中一度下跌超过9%，成为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成分股。消息人士表示，该瑕疵已导致空中巴士的部分客机延迟交付，但目前无法确认受影响的确切数量与延误时间。空中巴士公司尚未就此作出回应。空中巴士不久前刚刚因为软件问题召回了全球约6000架 A320 客机中的大多数机型。空巴周一表示，受影响的客机已陆续完成必要的软件更新。空巴11月交付72架客机，低于多数分析师的先前预期。空巴今年的官方目标为820架客机。市场聚焦空巴能否在品质问题、软体召回与年底交机的多重压力下，顺利完成今年的交付目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博文、荣誉综合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明年5月结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确定了下一届的人选，可以推动降息。外界研判，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最有可能接任。哈塞特随后表示，川普释出的最新消息，市场反应非常正面。而负责监督提名程序的财长贝森特在上周透露，川普可能会在12月25号圣诞节前宣布提名。好，下面请看本期的环球财经简讯。面对云端运算市场对稳定连线日益增长的需求，亚马逊与谷歌周日宣布推出一项共同开发的多云网络服务，允许客户在2家公司的运算平台之间建立私人高速连接，设置时间只需数分钟。日本日经指数在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后，于周一下跌，因为日本国债殖利率上升，日元走强，市场对12月升息的预期升温。日经指数在东京股市收盘后下跌1.89%，使得12月股市以疲弱的态势开局。比特币周一一度下跌5%，至86,627美元。市场分析12月开局，投资者避险情绪浓厚，比特币 ETF 资金流入减少，逢低买入者缺席。市场关注8万美元关口，这将是下一个关键支撑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杰森综合报道。美国的高房价与房贷让年轻人几乎是喘不过气。川普在近日提出了50年房贷构想，那么这个做法的可行性有多大呢？本台记者凯瑞·邓斯特专访了美国银律金融公司住房分析师奥斯特罗夫斯基，来听他的见解。Jeff, good to see you this morning. 咱们先从50年期房贷这个概念开始。以前没有过这种贷款，最长的是30年。那么50年房贷可能实现吗？为什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早上好，您说的没错，最长的一直是30年贷款，这些年也有人讨论过40年贷款，但川普的住房高级官员比尔·普鲁特提出了50年贷款。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细节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想法是延长还款期限，可能会让月供变少一些，让更多买家有贷款资格，但具体细节并不完善。我算了一下，假设贷款40万美元，50年的贷款利率比30年的高出大约0.75个百分点，而贷款人每月实际只能省下约56美元。问题来了，只为了每个月省下10杯拿铁的钱，你真的愿意接受更高的利率和更长的还款期吗？所以这的确是个有趣的主意，但能不能有效解决住房危机，我想还很难说。很有意思。好的，我们继续说说房贷、房屋转贷，这并不新鲜，有些房贷本来就允许这么做。不过，川普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新主张吗？是的，这位官员比尔·普鲁特也建议让更多房贷可以转让或承接。目前只有退伍军人可以转让房贷，而大多数美国消费者申请的其他类型房贷还不行，这一定会影响到房贷锁定效应。基本上，在疫情期间申请了3%低利率贷款的人都不会搬家，因为他们不想把3%的贷款升高成6.5%。我不认为以前签的房贷能改成可以转让的，即使更多房贷可以转让或承接，也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所以它不能真正解决美国住房市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很多人拒绝搬家，不想放弃超低的房贷利率。那么，川普政府这么重视让买不了房的人买上房子，还有什么原因呢？没错，住房自有率和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是个大问题，尤其对美国年轻人来说，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上升。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现在已经提高到40岁。要知道，上一代买房30岁出头，甚至20多岁就买了，所以住房负担能力确实是个痛点。人们抱怨鸡蛋和汽油价格太高，但是住房开销比这要贵得多，所以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住房支出占了很大的预算。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真正的问题是供应量短缺。房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住房市场供应不足，有几百万套房屋缺口。广告休息过后，带您关注德国纽伦堡圣诞市集盛大开幕，美酒佳肴充满欧洲风情。刚过去的周末，德国纽伦堡的圣诞市集开幕，也标志着当地的圣诞季正式开始了。那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座巴伐利亚州第2大都市，领略欧洲风情。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人们聚集在德国纽伦堡的圣诞集市，观看圣婴表演，聆听乐队现场演奏的圣诞歌曲。寒冷的天气挡不住人们热情的脚步，在2棵高大的圣诞树之巅，2名扮演圣婴的孩童和女歌手在圣母教堂的大钟下认真演绎。在巴伐利亚州，人们相信拥有孩童形象的天使圣婴是派送圣诞礼物的使者。表演结束，悦耳的钟声宣布人们可以尽情享受购物，品尝市场里最标志性的热红酒和著名的纽伦堡烤香肠了。大多数拖家带口的人们和游客选择白天来圣诞市场，看得清楚，吃得明白，但夜晚的市场氛围更浪漫。很多当地人愿意约3-5好友，晚上来这儿喝一杯，逛一逛。Das ist einfach Kindheitserlebnis. Von früher her, von kleinen Beinen auf, jedes Jahr mindestens einmal Christkindlesmarkt. Zur Eröffnung nicht so oft, das ist, weil Besuch da ist, aber ansonsten einmal im Jahr ist Pflicht. 熙熙攘攘中，四处飘荡着香甜的红酒味道，悬挂着写满祝福话语的心形姜饼。
焦香四溢的烤香肠滋滋作响，再加上精美的圣诞工艺品，整座圣诞市场的每一个摊位都散发着温馨又快乐的气氛。如果觉得冷，来杯热红酒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纽伦堡圣诞市场位于主广场，周围都是历史性建筑，其中圣母教堂修建于1352年，是纽伦堡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